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真的是令人唏嘘又感动。一个从四川山区走出来的女孩，命运翻转，如今过上了让人羡慕的生活。人生啊，真是充满了各种可能。我们的女主角叫做小燕，是四川凉山一个偏远山村的姑娘，从小家里条件就特别艰苦，爸爸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妈妈身体不好，常年吃药，一家人住在土砖房里，每逢下雨，屋顶就往下漏水，晚上睡觉都得搬家具避雨。小燕从小就特别懂事，7、8岁的时候就帮着家里干活了。上学的时候，因为家里穷，她总是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，书包也是用妈妈缝的布袋。村里有些孩子特别势利，看她家穷，就老是欺负她。最让小燕记忆深刻的是她表哥家。她表哥家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，家里条件还算不错。表哥比小燕大2岁，从小就瞧不起小燕家。每次小燕去他家玩，他都各种冷嘲热讽，看看你穿的什么破烂玩意儿，我们家的狗窝都比你家房子好。不仅是表哥，就连表婶看到小燕也是一脸嫌弃，哎呦，又来蹭饭了，你们家是不是又揭不开锅了？每次听到这些话，小燕都忍着眼泪不敢吭声。最伤人的是，小燕12岁那年，她表哥家办喜事，全村人都去了，小燕也跟着爸妈去。席间，表婶指着小燕对亲戚们说，瞧瞧这丫头，长得倒是不赖，可惜是个穷鬼命，将来谁娶她谁倒霉，估计连嫁妆都拿不出来，呵呵。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小燕幼小的心灵，她在厕所里偷偷哭了好久，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小燕的成绩一直很好，是村里的希望。她拼命学习，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。家里为了供她上学，爸爸出去打工，妈妈在家种地，家做手工。日子虽然苦，但小燕从不抱怨，心里憋着一股劲儿，一定要走出大山，过上好日子。高中毕业后，小燕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成都的一所大学，这在他们村可是天大的喜事。村里人都说小燕有出息，只有表哥家依然阴阳怪气，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最后还不是得嫁人。大学期间，小燕勤工俭学，还自学了日语和计算机。大学毕业后，她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，在成都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员，工作能力强，人又漂亮，小燕很快就成了公司的红人。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她25岁那年，公司安排她去台湾参加一个商贸展，认识了她现在的老公阿志。阿志是台湾一家科技公司的高管，比小燕大5岁，家境殷实，为人诚恳。两人一见钟情，阿志被小燕的坚强和聪明打动，而小燕则被阿志的温柔体贴所吸引。短短几天的相处，两人竟然互生情愫。回大陆后，阿志常常飞到成都看她，两人开始了跨海恋爱。1年后，阿志向小燕求婚了。当阿志捧着钻戒单膝跪地的那一刻，小燕激动地哭了。她想起了自己曾经住的漏雨的土砖房，想起了表婶说她是穷鬼命的那一幕，想起了自己发过的誓言。现在她终于要翻身了。婚礼在台北举行，特别隆重。阿志家人都很喜欢小燕，婆婆更是疼她如亲生女儿。虽然一开始有些亲戚对她这个大陆媳妇有些偏见，但小燕用自己的善良和聪明，很快就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。刚到台湾的时候，小燕也经历了不少文化冲击，比如台湾人特别注重环保，垃圾分类特别细致，大家说话都很礼貌，谢谢对不起挂在嘴边，公共场所都很干净，没人随地吐痰，开车遇到行人会主动礼让，这些都让小燕很是感动。台湾的生活节奏也和大陆不太一样，大家工作虽然认真，但很注重休闲生活。周末阿志常带小燕去野餐、爬山、泡温泉，生活质量特别高。小燕也慢慢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，变得更加乐观开朗。婆婆是个传统又开明的台湾女性，从小燕嫁过来的第一天起，就把她当成亲生女儿看待。婆婆知道小燕从小家境贫寒，吃过不少苦，所以特别疼爱她。每次小燕想帮忙做家务，婆婆都会拦着，好媳妇，你先去休息，这些事我来做就好了。公公是退休教授，文化底蕴深厚，他很欣赏小燕的上进心，常常教她台湾的历史文化。
带她去博物馆、古迹参观。小燕感觉自己不只是嫁了个好老公，更得到了一个温暖的家。阿志对小燕更是宠爱有加，知道小燕从小缺乏物质条件，他特别舍得给小燕买东西，名牌包包、珠宝首饰、漂亮衣服，只要小燕喜欢，阿志二话不说就买下来。但小燕始终记得自己的出身，从不铺张浪费，每次收到贵重礼物都会心疼阿志的钱。傻瓜，钱是用来提高生活品质的，不是用来存的。再说了，赚钱不就是为了让你开心吗？阿志总是这样温柔地说，这种被珍视的感觉是小燕从未体验过的。结婚3年后，小燕生下了一对双胞胎，一男一女，全家人乐开了花，公婆更是每天轮流来帮忙带孩子，让小燕能有自己的时间。阿志也是个好爸爸，下班回家就主动承担育儿责任，从不把家务都推给小燕。与此同时，小燕也没有荒废自己的事业，在阿志的支持下，他开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，专门做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生意。凭借着对两地文化和市场的了解，小燕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很快就小有成就。永远不要因为结婚生子就放弃自己的追求，这是婆婆常对小燕说的话。有了家人的支持，小燕在事业上越来越有成就感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小燕在台湾的生活越来越好。10年间，她从一个怯生生的大陆媳妇，成长为一个自信优雅的成功女性，房子、车子都有了，孩子也在最好的学校读书，公婆身体健康，阿志事业有成，小燕简直过上了童话般的生活。每年春节，小燕都会回四川老家探亲。10年来，她给家乡的父母盖了新房，添置了家电，还资助了几个贫困学生。乡亲们都说小燕有出息，当年看不起她的人，如今见了她都笑脸相迎，暗地里却是各种羡慕嫉妒恨。只有那个当年说她是穷鬼命的表婶，依然对小燕不冷不热。小燕每次回去都会给长辈们带礼物，表婶却总是挑三拣四。台湾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发展的比我们早点吗？现在大陆发展这么好，台湾早就比不上了。表哥更是阴阳怪气，嫁到台湾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还不是靠男人？要是没有你老公，你算个啥？每次听到这些话，小燕都只是笑笑，从不与他们计较。今年春节，小燕又带着全家回四川老家过年。10年来，她第一次带上了公婆和阿志，还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，全村人都惊呆了。没想到小燕在台湾真的过得这么好。一到家，小燕就安排父母、公婆和阿志相认。虽然语言有些不通，但老人家们相处得十分融洽。婆婆还特意学了几句四川话，把小燕的妈妈逗得合不拢嘴。你婆婆真是个好人啊！妈妈私下对小燕说，当初我还担心你嫁那么远会受欺负，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。妈，我真的很幸福。小燕握着妈妈的手，眼里含着泪水。这10年，我没受过一天委屈。看着家乡的变化，小燕感慨万千。10年前还是土路的村道，如今已经铺上了水泥，家家户户也都住上了砖房，有了汽车。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，村里主要是老人和孩子。虽然比起台北还是有差距，但家乡的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。过年期间，村里按照传统，家家户户都要互相走动拜年。当年那个看不起小燕的表婶，听说小燕带着台湾婆家来了，立马张罗着要请他们去家里吃饭。小燕啊，这么多年没好好聚聚了，今天你可一定要带你公婆和老公来我家坐坐啊！表婶一改往日的冷漠，热情的不得了。小燕心里清楚表婶的用意，但她并不计较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她早已放下了童年的阴影。好啊，表婶，那我们晚上就去你家吃饭。小燕爽快地答应了。当晚，小燕带着全家去了表婶家。表婶家这些年也发展得不错，房子装修得挺气派，家具电器一应俱全。表婶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，还雇了厨师来做菜，显然是下了血本。来，阿志先生，请坐主位。表婶满脸堆笑。小燕的公公婆婆也请上座，今天咱们一家人好好聚一聚。席间，表婶不停地向阿志和公婆敬酒，嘴里念叨着感谢你们照顾我们小燕真是有福气之类的话。公婆虽然听不太懂四川话，但从表婶的表情和动作也能感受到她的热情，礼貌地回应着。
小燕在台湾过得真好啊。表婶眼睛瞄着小燕手腕上的名表和脖子上的珠宝，一脸羡慕。阿志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收入一定很高吧？阿志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回答，我只是普通上班族，台湾的科技公司工作而已，别太谦虚了。表哥插嘴道，看小燕戴的这些首饰，哪是普通上班族消费得起的？小燕淡淡一笑，这些都是我自己买的，我在台湾开了贸易公司，生意还不错。这话一出，表哥表婶明显愣了一下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尴尬。他们原以为小燕只是嫁了个有钱老公，没想到她自己也这么有本事。饭桌上的气氛突然有些微妙，表婶赶紧转移话题，聊起了小燕的双胞胎孩子。这对双胞胎真可爱，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呀？女儿像妈妈，儿子像爸爸。阿志自豪地回答，但他们的聪明劲儿都像小燕。公婆也点头附和，表示非常喜欢这。婆婆还特意带了红包给村里的孩子们，引得大家一阵赞叹。酒过三巡，表哥喝得有些高了，话也多了起来。小燕啊，你在台湾这么有钱，是不是该支持一下家乡的发展？我最近打算扩大我的小卖部，做成超市，就缺点启动资金。这话刚说出口，表婶就踢了他一脚，示意他别太直接。但小燕已经听明白了表哥的意思。表哥，做生意需要的不是钱，而是头脑和勤奋。小燕语气平和，当年我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也没向谁伸过手。表哥被这话噎住了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。这时，表婶赶紧打圆场，小燕现在是大老板了，说话就是不一样。来，咱们继续喝酒。就在气氛再次变得尴尬时，小燕突然说，表婶，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想对你说。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看着小燕。表婶脸上露出紧张的表情，似乎在担心小燕要翻旧账。小燕转向阿志和公婆，用台湾腔的中文解释了几句，然后才继续说，表婶，你还记得我12岁那年在你儿子婚宴上说过的话吗？表婶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，结结巴巴地说，什么话？我不记得了。你说我是穷鬼命，说谁娶我谁倒霉，说我连嫁妆都拿不出来。小燕一字一句地说，眼睛直视着表婶，屋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。表婶羞愧地低下了头，表哥也不敢吭声了。那些话我记了18年。小燕继续说，声音依然平静。每当我遇到困难想要放弃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这些话，然后告诉自己，我一定。表婶的眼圈红了，手指不安地绞着衣角。小燕，我那时候不懂事，说了些混账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表婶，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指责你，而是要谢谢你。小燕的话让所有人都惊讶地抬起了头，正是因为你的那些话激发了我的斗志。如果没有那种强烈的证明自己的欲望，我可能不会这么拼命，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。这番话让表婶彻底愣住了，她没想到小燕不是来兴师问罪，而是来道谢的。我今天带着我的家人来，就是想让你看看，当年那个你眼中的穷鬼命，如今过得有多幸福。小燕微笑着环顾四周，我有爱我的丈夫，疼我的公婆，可爱的孩子，还有自己的事业。我想告诉你，一个人的命运从来就不是由出生决定的。表婶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小燕，表婶真的错了。这些年看着你越来越好，我心里其实既羡慕又惭愧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小燕起身，从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，这是我从台湾带来的礼物，希望表婶能收下。表婶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条精致的玉佩项链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收下吧，就当是我对童年的告别礼。小燕语气坚定，从今以后我们还是亲戚，有缘分就好好相处，没必要计较过去。这一刻，表婶彻底被小燕的大度所震撼，泪流满面地接受了这份礼物，并向小燕道歉。回去的路上，阿志好奇地问小燕，你真的不恨你表婶吗？小燕摇摇头，恨有什么用呢？那只会让自己活得不快乐。与其花时间恨一个人，不如用这些时间让自己过得更好。婆婆听完阿志的翻译后，紧紧抱住了小燕，我的好媳妇，你真是个善良又聪明的姑娘。回到台湾后，小燕把这次回乡的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，发表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。她写道，人生最好的复仇不是憎恨，而是好好活着。
活出让曾经看不起你的人羡慕的样子。这篇文章意外走红，很多人被小燕的经历和心态所感动。有人在评论里问她，你怎么能做到如此大度？如果是我，肯定会忍不住炫耀或者报复。小燕回复道，当你真正强大起来，就会发现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，其实不值得你浪费一分一秒的情绪。原谅他们，不是为了他们，而是为了自己能活得更轻松、更快乐。小燕的故事也引发了关于两岸文化差异的讨论。有人说台湾社会更温和包容，有人说大陆发展速度更快。对此，小燕的看法是，两岸各有优点，互相学习才是正道。我希望有朝一日，海峡两岸的人民都能互相理解、互相尊重。随着事业的发展，小燕开始参与公益活动，特别关注贫困女童的教育问题。她常说，我想让更多像当年的我一样的女孩子知道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不要让任何人的轻视或歧视成为你放弃梦想的理由。如今的小燕已经不再是那个被人看不起的山村女孩，而是一个充满智慧与爱心的成功女性。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世人，一个人的出身不能决定终点，坚韧不拔的意志才是改变命运的关键。就像小燕常说的那句话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这不仅是她的人生信条，也是她送给所有还在奋斗路上的人的鼓励。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小燕的经历能给大家一些启示。无论你现在处境多么艰难，只要不放弃自己，坚持走下去，总有一天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